30分钟听完一本书。今天我们聊《金瓶梅》。你想象一下，我站在大街上，随便拦住一个路人问：你觉得《金瓶梅》是本什么书？10个人里头，9个会冲我挤出那种你懂的笑容，然后压低嗓子说：看，不就那点事儿吗？西门庆跟潘金莲，皇叔呗。好，这个反应我理解，但今天我得请你把这个念头先搁一边。我跟你说个事儿，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这本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真实地位不低于《红楼梦》，甚至有一批顶尖的文学大家认为它比《红楼梦》还狠。鲁迅评价4个字：同时无两，意思是同时代没有任何一部小说能跟它并肩。张爱玲读了一辈子，反复翻，烂熟于心。郑振铎说它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小说。为什么这帮人对一本所谓的皇书如此推崇？原因很简单，《红楼梦》写的是什么？是一群神仙下凡历劫，是大观园里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少男少女，是理想主义最后的挽歌。它美，美得像一场梦。但《金瓶梅》不一样，《金瓶梅》写的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身边那些在泥坑里打滚，在欲望里翻腾的普通人。他不给你造梦，他给你照镜子，而且这面镜子照得你浑身发冷。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为了升职加薪，硬着头皮去跟你最讨厌的领导喝酒，刷朋友圈看到老同学提了新车，买了大房子，嘴上说恭喜，心里那股酸劲儿压都压不住，深更半夜睡不着，打开银行 APP 看余额，觉得只有那个数字才能让自己踏实一点。如果你有过，哪怕只有一次，那你就该读《金瓶梅》，因为这根本不是一本关于床笫之事的小说，它是一本成年人的欲望说明书，是一份人性的临床解剖报告。作者兰陵笑笑生，这个笔名背后的神秘人，就像一位拿着手术刀的老大夫，把人心里最隐秘的贪婪、嫉妒、虚荣、恐惧一层一层切开，摆在你面前，不加修饰，不做美化，只问你一句话，敢不敢看？好，既然要看，我们先把男主角请出来。西门庆提到这3个字，你脑子里第一个画面是什么？大概是个满脸油光的好色之徒，成天就惦记女人。但我告诉你，如果你只看到这一层，你连《金瓶梅》的门槛都没摸到。咱们换个方式，假如西门庆活在今天，他是什么人？他大概30出头，长相周正，衣着讲究，开着一家连锁药房，这是他的主业。同时他搞民间借贷，利息不低，这是他的金融副业。后来他又花大价钱买了个官，做了提刑所的理刑副千户，换成今天的说法，差不多是地方法院副院长兼公安局副局长。你品品这个配置，商界、官场灰色地带，3条线全捏在手里，标准的斜杠青年，而且每一杠都杠在要害上。所以西门庆这个人的底色不是色，是贪，或者说的文雅一点，叫无限膨胀的占有欲。书里有个小细节特别传神，西门庆最爱干的一件事就是站在自家大门口往外看。你想想，那个年代的大户人家，老爷们都坐在堂屋里端着，谁没事站门口啊？但西门庆就爱站那儿，为什么？因为门口连着大街，大街上有人流，有信息，有机会。他站在那儿看来来往往的人，眼睛里全是饥渴，那种眼神跟现在写字楼里加班到凌晨的年轻人望着窗外万家灯火的眼神一模一样。他缺安全感，他拼命抓钱、抓权、抓女人，不是因为他享受，是因为他恐惧。他觉得只有把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攥在拳头里，才能证明自己活着，自己有价值。
这不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存在主义焦虑吗？我们不停刷手机，不停买东西，不停寻找新刺激，本质上也是在用物质填一个怎么都填不满的窟窿。西门庆不是一个脸谱化的恶人，他是我们内心深处那个还想要更多的声音的极端放大版。认识了这样一个男人之后，你自然会好奇，什么样的女人才配得上他的欲望？答案是潘金莲。但我今天不想跟你聊她的风流韵事，我想带你看一件更残酷的是，一个底层女人是怎样被这个吃人的世道一步步逼成了恶魔。提到潘金莲，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两个标签：淫荡、狠毒。但兰陵笑笑生在开篇就交代了她的身世，写得又细又冷。她是裁缝的女儿，父亲死得早，母亲养不起，9岁被卖进王昭宣府上学弹唱，后来又被转卖到张大户家做丫鬟。注意我用的词卖，被卖来卖去。在那个时代，她不是人，是一件可以流通的商品。她长得漂亮，但漂亮对她来说既是唯一的资本，也是最大的诅咒。张大户年纪大了，看上了她。张大户的老婆发现了，要打死他。张大户怕老婆，干脆倒贴了一笔钱，把她嫁了出去。嫁给谁了？全清河县最矮、最丑、最窝囊的男人武大郎。你试着换到潘金莲的视角感受一下，你20来岁，长得好看，会弹琵琶，会唱小曲，识文断字，心气比天高。结果命运把你像一件处理品一样塞给了一个卖烧饼的矮子。每天早上你睁开眼，看到的是武大郎那张皱巴巴的脸，推开窗户，看到的是破旧的小巷和吵吵嚷嚷的市井。你心里是什么感觉？心理学有个概念叫相对剥夺感。潘金莲的痛苦不仅仅是穷，而是我明明不该过这种日子的极度不甘。所以当那根撑窗户的插杆掉下来，砸在了西门庆头上的时候，很多人看到的是一段奸情的序幕，但我看到的是一个快要溺死的人突然摸到了一根浮木。西门庆身上那件值钱的缎子衣裳，那副从容自信的神气，那种一看就是有钱有势的派头，代表的不只是一个男人，而是潘金莲做梦都想够到的另一种人生。他没有退路，没有娘家可投，没有1分钱的积蓄。他手里唯一能打出去的牌，只有他的脸和他的身体，所以他必须狠。如果不狠，他就会烂死在那个卖炊饼的阁楼上，一辈子没人知道他是谁。潘金莲的悲剧从来不是什么淫欲的悲剧，它是阶层固化的悲剧，是一个底层人走投无路时选择了最黑暗那条捷径的悲剧。那你可能会想，潘金莲嫁进西门府之后是不是就翻身了？恰恰相反，进了这道门，她的噩梦才真正开始。因为她发现西门庆的后院不是家，是战场。这个战场里有正妻吴月娘，千户官的女儿，地位稳如泰山；有二房李娇儿，原来是青楼头牌，手里有私房钱，懂得周旋。后来又娶了孟玉楼，不伤的遗孀，带着整整1箱嫁妆进的门。你看西门庆娶老婆的逻辑，吴月娘是政治联姻，提升社会地位；李娇儿是资源整合，丰富生活品质；孟玉楼是兼并收购，直接注入资本。他的婚姻观本质上就是企业并购。在这帮女人中间，潘金莲是最穷的那个。她进门的时候几乎什么都没带，而在西门府这种地方，地位跟资产直接挂钩。吴月娘管钱，说话最硬；孟玉楼有嫁妆，底气十足。潘金莲呢？她只有西门庆的宠爱。宠爱这个东西是全世界最不牢靠的货币，她今天明天可能就没了。这就把潘金莲逼进了一个非常恐怖的死循环，她必须不间断的争宠，因为宠爱是她唯一的生存资源。一旦失宠，
她在这个家里连个丫鬟都不如，就好比在一家公司里，别的合伙人全是带资入股的，只有你是靠老板赏识才做到这个位置。你怎么办？你只能拼命表现，甚至拼命打压同事，来维持老板对你的注意力。所以潘金莲后来的种种狠毒，不是天生的恶，是被逼出来的生存焦虑。书里有个细节特别扎心，有一回潘金莲精心做了一双红绣鞋，鞋面上拿金线绣了花，穿着在西门庆面前来回走，变着法子引他注意。那双鞋代表了他全部的心血和讨好。而另一边，西门庆的另一个妾李瓶儿过生日，随手赏给下人的银子，比潘金莲1年的月钱还多。潘金莲看着李瓶儿那种云淡风轻的阔气，心里的妒火像蛇一样往上窜。她嫉妒的不是李瓶儿的美貌，而是李瓶儿的从容。有钱的人可以大方，可以温柔，可以不急不躁，没钱的人只能像斗鸡一样时刻竖着毛，护住自己那一小块地盘。作者兰陵笑笑生真的太狠了，他在告诉你，所谓的宅斗、宫斗、职场斗，斗到最后不过是在争夺稀缺的生存资源。当爱变成了筹码，人就离鬼不远了。听到这儿，你可能觉得背脊有点凉，别急，接下来才是《金瓶梅》最让人窒息的部分。我们要请出书里最让人心疼的角色李瓶儿。如果把西门府比作一家公司，潘金莲是那个没背景、没资金，靠拼命加班和讨好老板才爬上来的草根高管。那李瓶儿呢？她是带着巨额资产空降进来的投资人。她原来是花太监的儿媳妇，花家败落后，她把家里的金银珠宝一箱一箱往西门庆家搬。西门庆后来能扩大生意，花钱买官，原始资本有一大半来自李瓶儿。但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李瓶儿图的不是西门庆的钱，她自己有钱，她图的是一份感情的依靠，图的是有人能疼她、护她。在西门庆身边，所有人都在算计他潘金莲图生存，李娇儿图供养，吴月娘图安稳，只有李瓶儿是倒贴着钱来爱她的。对于见惯了算计的西门庆来说，这种纯粹太稀缺了，太暖了。他在外面勾心斗角累了，回到李瓶儿屋里，看到的是一张柔柔的笑脸，听到的是轻声细语的关心，不用设防，不用演戏。所以李瓶儿很快成了西门庆的心头肉。这一下，潘金莲彻底崩了。你带入她的处境想想，以前她争宠，好歹是在争锦上添花，现在来了一个人，有钱，有爱，有温柔，有儿子，把她彻底挤到了角落里。这不是争风吃醋，这是生死存亡。更要命的是，李瓶儿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关哥。这个孩子的出生直接炸翻了西门府的权力格局。西门庆高兴得疯了，走哪儿都夸，正跟客人谈生意呢，听到孩子哭，马上撂下一切往后院跑。潘金莲彻底变成了透明人，失宠在这个家里就等于失去一切。嫉妒这种东西一旦烧起来，能让人变成另一个物种。接下来的情节是整本《金瓶梅》里最黑暗的段落，我建议你做好心理准备。潘金莲开始了一场针对婴儿的心理战。注意，她没有像电视剧里那样直接下毒或者动手，那太蠢了，容易留证据。她用的是一种更阴毒的方式，慢性恐怖。她养了一只白猫，叫雪狮子。她拿生肉裹在红布里，每天训练这只猫扑咬。你想想，刚出生的婴儿裹在什么颜色的襁褓里？红色的。在那只猫眼里，红布裹着的东西就是食物。潘金莲制造了一颗定时炸弹。不仅如此，她每天在李瓶儿的窗户根底下指桑骂槐，摔盆砸碗，故意制造噪音和紧张。李瓶儿本来就胆小，刚生完孩子身体虚，那个婴儿更是娇贵，稍微受点惊就会生病。潘金莲就是要在那个院子里营造一种无处不在的恐惧。
让母子俩一刻都不得安宁。终于有一天，血狮子猛扑向穿着红衫的关哥，抓伤了孩子。孩子受了惊吓，开始抽搐，日夜啼哭，请了大夫也不见好。李瓶儿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了极度的软弱，她明明知道是潘金莲在背后使坏，但她不敢撕破脸，只会哭，只会烧香拜佛，祈求老天保佑。善良如果没有锋芒，就是软弱，软弱在恶人面前，某种程度上就是纵容。最终，关哥这个承载着西门庆全部希望的小生命被活活吓死，病死了。孩子的死抽走了李瓶儿半条命，没过多久，李瓶儿血崩而亡。这一段描写非常漫长，非常压抑。你眼睁睁看着一个温柔美好的女人，像一支蜡烛一样，一点点被风吹灭，而那个吹风的人就站在隔壁院子里，冷冷地看着这一切。你可能以为潘金莲赢了，她除掉了最大的竞争对手，除掉了继承人，该翻身了吧？但金瓶梅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这场游戏里没有赢家。李瓶儿死的时候，西门庆的反应出乎所有人意料，他哭得死去活来，抱着李瓶儿冰冷的身体喊了一句让所有读过这本书的人都忘不掉的话：我的没救的姐姐，你去了，我也活不长了。这不是演戏，西门庆是真崩溃了。他破了规矩，把李瓶儿的画像挂在书房里，日夜对着看，不去别的女人屋里，整天魂不守舍。为什么？因为他在这个冰冷的世上失去了唯一一个不图他什么，只是单纯想跟他过日子的人。李瓶儿的死带走了西门庆身上最后那点人味儿，从此以后他变了，变得更疯、更狂、更不要命。他开始疯狂纵欲，但这种纵欲不再是享受，而是自毁。他想用肉体的极端刺激去麻痹精神的剧痛。心理学上说，当一个人无法承受巨大的丧失感，往往会滑进成瘾行为。西门庆就是这样，他疯狂吃药，疯狂喝酒，疯狂追逐女人，就像一辆踩死油门的跑车，直直冲向悬崖。潘金莲呢？他赢了这场仗，却永远失去了西门庆的心。西门庆到他屋里来，不再有柔情，只有发泄，甚至带着一丝说不清的恨意。潘金莲赢了战役，输了战争，他变得更焦躁，更扭曲，更暴力。而在这个过程中，他身边还有一个人在冷冷地看着学着。这个人是他的贴身丫鬟庞春梅。春梅心气极高，看遍了西门府里所有的肮脏算计，学会了比潘金莲更冷硬的生存法则。这个小丫鬟日后将变成比她主子更狠的角色，她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10万贯的生辰纲送到了就飞黄腾达，丢了就万劫不复。但她不懂一个道理，人心比路途更难走。军汉们恨透了她，士气崩塌。黄泥冈上无用的计策其实并不高明，一桶酒，一场戏，但杨志的队伍已经从内部瓦解了，谁也不听他的，谁也不信他的。他一个人的谨慎抵不过一群人的怨恨。生辰纲丢了，杨志的天塌了，他想过自杀，刀都架到脖子上了，最后又放下来，不是因为怕死，是因为不甘心。他觉得自己一身本事，不该这样窝囊的死掉。他要活下去，他要找一个地方证明自己，但去哪里呢？朝廷回不去了，官场的门对他永远关上了。他最终落脚二龙山，和鲁智深、武松成了邻居。3个被体制抛弃的人，在一座荒山上凑成了一伙。有意思的是，这3个人的性格截然不同。鲁智深从来没有想过回去，他天性自由，体制对他来说是一件穿不惯的衣服。武松曾经信过规则，被规则伤透后彻底决裂。杨志呢？他到死都没有真正放下。他心里一直有个声音在说，
我是杨家将的后人，我不该在这里。这种不甘心比愤怒更折磨人。生辰纲的丢失是整部《水浒传》的一个关键转折点。表面上看，这是一桩结案；往深了看，这是一群底层人对不公的一次暴力回应。生辰纲是什么？是梁中书送给岳父蔡京的生日礼物，10万贯的民脂民膏。晁盖、吴用、阮氏三雄这些人结下这笔钱，理由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爱。这句话说得漂亮，但仔细想想，他们结了之后干什么了？济贫了吗？没有，分了，自己花了。所谓劫富济贫，在《水浒传》里，劫富是真的，济贫从来没有过。这笔赃款最终把晁盖一伙逼上了梁山，也为后来宋江的政治布局埋下了种子。晁盖上山之后，梁山有了质变，王伦那个气量狭小的寨主拦不住这股洪流。林冲在晁盖的到来中看到了机会，还记得吗？王伦当初百般刁难林冲，逼他去杀人那投名状，林冲忍了。但这次不一样了，晁盖的到来给了林冲一个借力的支点。火并王伦那一场，林冲出手极快，一刀杀了王伦。这是林冲在《水浒传》里第一次主动出手，不是为了报私仇，而是为了打破一个不合理的格局。有人说这是林冲被晁盖利用了，也有人说这是林冲压抑多年之后的一次释放。不管怎么说，王伦的死宣告了梁山泊从一个小打小闹的山寨变成了一股真正的势力。晁盖做了寨主，但他注定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他有义气，有胆量，但缺乏政治野心，更缺乏战略眼光。他的位子注定要让给那个黑矮的蓝城小吏。宋江上山之后的第一步棋是在重阳节赏菊大会上亮明底牌。那天酒过三巡，宋江提笔写了一首词，众人传唱。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这一句时，武松站起来了，他的声音很冷。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李逵直接掀了桌子，招安，招安，招甚鸟安。鲁智深不吵也不闹，只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3个人的反应代表了3种立场。武松是看透了，他在体制里挨过刀子，他知道那帮人的嘴脸。李逵是不在乎，他脑子简单，只觉得现在这样多痛快。鲁智深是超脱了，名利对他而言是浮云，但宋江把忠义2个字拎出来，像一条绳子，把所有人拴在了一起。你若反对招安，就是不忠；你若不听大哥的话，就是不义。忠义本是好汉的图腾，却被宋江用作了权力的工具。这是《水浒传》里最精妙也最残忍的一笔政治操作。招安之后，朝廷的算盘打得很清楚，借刀杀人，先征辽，再征田虎，再征王庆，一场接一场，消耗的是梁山的人命，填充的是朝廷的战绩。兄弟们虽然疲惫，但咬牙撑着，好歹命还在。真正的屠宰场是征方腊，方腊也是造反的，占据江南6州，兵强马壮。朝廷不肯自己出兵，让梁山去打。这是什么？这是让一群投降的反贼去打另一群还没投降的反贼。强盗打强盗，无论谁赢，朝廷都不亏。征方腊的惨烈程度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第一批倒下的是那些名气不大但忠心耿耿的人，宋万、杜迁，梁山最早的元老默默无闻地战死了，连一句像样的遗言都没留下。然后死神开始加速，张顺那个浪里白条在永金门下被乱箭射成了刺猬，他是水中的蛟龙，可他死在了水里。史进那个九纹龙御领关前中箭身亡，他是开篇第一个出场的好汉，
到头来连一个完整的结局都没得到。最令人不忍的是张青和董平。张青是梅雨剑，飞石打人百发百中，可再准的石头也拦不住铺天盖地的长枪。董平是双枪将，断了一臂还在厮杀，最终力竭而亡。一个一个，那些曾经在聚义厅里豪饮的面孔，变成了战报上冰冷的名字。武松断臂的那一刀，值得单独拿出来说。他的左臂被包道乙的飞剑伤了，连皮带肉挂着，已经保不住了。换成别人，也许会哀嚎，也许会崩溃。武松没有，他抽出戒刀，自己动手，一刀切断。痛不痛？当然痛。但这个男人这一生吃过的痛，比断臂多10000倍。嫂子被毒死的痛，兄弟被杀的痛，信任被辜负的痛，体制将他碾碎的痛，这些痛加在一起，已经把他的神经锻造成了钢铁。断臂之后的武松反而清醒了。他对宋江说：“我不回去了，就在六合寺出家。”宋江没有坚持，他知道这个兄弟的心早就不在红尘里了。武松后来活到了80岁，在六合寺善终，这是《水浒传》给他的最后一点温柔，让这个一生暴烈的人有了一个安静的收尾。花荣和吴用的结局是另一种凄凉。花荣是宋江最忠实的追随者，小李广，剑术天下无双；吴用是梁山的军师，智多星，算无一策。宋江死后，这2个人不约而同来到了宋江墓前，双双上吊自尽。他们的死不是殉国，是殉人。他们活着的全部意义都记在宋江一个人身上。宋江没了，他们的世界就空了。这种愚忠让人唏嘘，也让人害怕。一个人把全部的信念都压在另一个人身上，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活法。燕青的选择最为清醒。征方腊结束后，这个浪子没有跟着大队伍回京领赏，他挑了一担金珠宝贝，悄悄离开了。走之前，他劝卢俊义一起走，卢俊义不肯，觉得立了这么大的功，朝廷总该论功行赏。燕青苦笑着说了一句话：“大义是飞鸟尽，良弓藏，猎兔死，走狗烹。你不走，早晚会死在这上面。”卢俊义没有听，后来卢俊义果然被奸臣害死。而燕青呢，从此隐姓埋名，浪迹天涯，再无人知道他的下落。燕青是梁山上少数真正看懂了权力游戏本质的人，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进，更知道什么时候该退。他不是不忠义，他只是不愿意为一个注定崩塌的结局陪葬。有人说他自私，但在那个忠义的牌坊下面埋着100多条人命的是道理。活着本身就需要最大的勇气。宋江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个问题争论了几百年，至今没有定论。有人说他是义薄云天的好大哥，为兄弟们谋了一条出路；有人说他是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把107个人当成了他个人政治投机的筹码。也许2种说法都对。宋江的可悲在于，他是一个在错误的时代做了正确计算的人。他计算的没有错，落草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接受招安是唯一的合法化路径。但他的计算里漏掉了一个变量，那就是人心。高俅、蔡京不会因为你立了功就放过你，皇帝不会因为你表了忠心就信任你。你越能打仗，他越害怕；你越忠诚，他越怀疑。这就是封建权术的铁律，功高震主者必死无疑。宋江用108个人的命去赌，赌输了，代价是全部。我们再来看梁山内部那些不被注意的人，108将里有不少人是被强行凑数的。有人上山是因为冤屈，有人是因为义气，但也有人是被骗来的，被逼来的，甚至是被劫持来的。安道全是名医，被诱骗上山，从此再也下不来。
金大坚是刻章的手艺人，萧让是写字的文人，他们跟造反有什么关系？但梁山需要刻假章，写假文书，所以他们被强行收编了。这些人在梁山上毫无存在感，打仗轮不到他们，分赃排在最后，但要死的时候，他们一个也跑不掉。他们才是梁山故事里最大的沉默者，也是最无辜的牺牲品。李逵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是宋江的影子，是宋江手里最好用的一把刀。宋江需要有人冲锋的时候，李逵永远第一个跳出来；宋江需要有人唱白脸的时候，李逵永远配合到位。他对宋江的崇拜已经超越了兄弟情谊，接近于宗教。宋江说什么，他信什么；宋江让他做什么，他做什么。但李逵也是梁山上最让人后背发凉的一个人。江州劫法场，他一路砍杀，不分军民，三打祝家庄。他屠戮庄民，连小孩都不放过。有人问他为什么，他只会说一句：杀了便杀了。这就是暴力失控后的样子。当一个人不再区分敌人和无辜者，他就已经不是反抗者了，他是灾难本身。宋江一直在利用李逵的这种盲从，需要的时候放出来，不需要的时候关回去。到了最后，他甚至用毒酒封住了李逵的嘴，让他永远不能为自己发声。李逵至死不怨宋江一个字，这到底是忠义还是训话？读完《水浒传》全书，最大的感触不是痛快，是沉重。108个人起于苦难，聚于梁山，最终消散于权力的碾压之下。他们推翻了不公吗？没有。高俅还是太尉，蔡京还是宰相，那个腐烂的朝廷一切照旧。他们改变了命运吗？没有。大部分人死于非命，少数幸存者隐姓埋名，苟且偷生。从世俗的角度看，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但施耐庵要说的恰恰不是成败，他要说的是，在一个秩序崩坏的世界里，有一群人站起来过。他们的方式也许粗暴，他们的结局也许凄凉，但他们站起来了。那个站起来的动作本身就是意义。鲁智深的论字写到最后一句：今日方知我是我，这7个字是整部《水浒传》最亮的一道光。在120回的恩怨杀伐之后，在无数的妥协、背叛、挣扎和幻灭之后，只有这一个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完完整整地找到了自己。他不属于任何一方，不效忠任何一个人，不被忠义绑架，不被名利裹挟。他来到这个世界，路见不平就管，见人受苦就救，做完了他该做的事，然后微笑着离开。这才是《水浒传》留给我们的真正遗产，不是108将的排名，不是大碗喝酒的豪迈，不是替天行道的口号，而是一个人活成自己的勇气。在钱塘江的潮声里，在1000年的时光之外，那个胖大和尚坐在禅床上，笑着走了，而我们还在读他的故事，还在路上，还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句我是我。所以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水浒传》到底在讲什么？他讲的不是108个好汉的排座次，不是谁的武功天下第一，不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江湖浪漫，他讲的是3个字：逼人醒。林冲被逼到风雪山神庙，忍到了人的极限，最后醒悟过来，这个世道不会因为你退让就放过你。武松被逼到鸳鸯楼，忍到了心碎，最后醒悟过来，规则从来不保护弱者，只保护制定规则的人。鲁智深从来不需要被逼，也不需要忍，他一开始就是醒着的，所以他活得最自在，走得最干净。3种人，3条路，3种结局，但指向同一个真相。在一个不讲道理的世界里，你要么被吞掉，要么站起来，
站起来不一定赢，但至少你没有跪着。施耐庵写这本书的时候，距离今天已经600多年了。600多年过去，高俅还在，西门庆还在，白虎节堂还在，那些逼人低头的力量从来没有消失过。但林冲也还在，武松也还在，鲁智深也还在。每一个在深夜里咽下委屈的人，每一个在不公面前攥紧拳头的人，每一个在绝望里还不肯认命的人，身体里都住着一个梁山好汉。水浒传真正想告诉我们的，不是怎么打架，不是怎么造反，而是4个字：人不可欺。你可以打压他，可以陷害他，可以把他逼到天涯海角，但只要他心里那团火还没灭，他就还是一个人。这团火烧了600年没有熄。今天你听完这本书，合上眼睛，钱塘江的潮声还在耳边，那不是潮水，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心底最深处的那个声音，我不认。